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在中国运动员中黑马李凯文让人过目不忘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炫目的纹身甚至覆盖到了脸上，更是因为他在擂台上的黑马表现。凭借着擂台上劲爆的比赛风格，得到了诸多舞粉的喜爱。一身华丽的刺绣以及桀骜不驯的作风，让他成为了中国为数不多的极具个性的拳手，也让舞粉们习惯了在黑马这个绰号前加上最嚣张3个字。当然了，李凯文在万冠军赛上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有这个资本，他总是能带给人意料不到的出色表现。2014年12月，他在万北京站中一晚连胜2场，拿下了羽量级淘汰赛的冠军。此后更是打出了一波5连胜的出色战绩。2018年6月，在万冠军赛濠江风云澳门站的比赛中李凯文仅仅是用了10秒就 KO 对手，取得胜利，震惊世界。与其他年轻搏击运动员不同李凯文具备着与生俱来的杀手直觉，能在比赛中敏锐地发现对手的空档，并对其进行致命打击。纵观李凯文在万冠军赛的比赛，他仅仅输了2场，一场在2016年，21岁的李凯文败给了万冠军赛首个双级别冠军阮马丁。另一场在2017年，李凯文由于在砸拳时击中了来自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的后脑，被裁判出示红牌判负。除此之外没有对手可以对李凯文造成威胁。2018年7月13日，万冠军赛权倾天下的比赛中黑马李凯文将对战来自美国的艾米利奥·乌鲁蒂亚，绰号蜜冠。比赛一开始乌鲁蒂亚是夹紧双臂护住2肋与头部，一进一出的步伐试探着李凯文的动向与反应。李凯文则是将身体放低，双手拿高护住下颚，他将重心压在了前支撑腿，准备找机会从2侧贴近对手。然而经验丰富的蜜冠早已经看出了他的意图，并以前手闪击刺拳发动佯攻，然后以前后扫腿踢击李凯文的支撑腿。李凯文则是在外围不断地寻找着入场的机会，并以前刺后摆的组合拳对乌鲁蒂亚发动攻击。李凯文为避免对手的刺拳主动地向后撤，乌鲁蒂亚顺势追击上来，想对李凯文展开进一步的攻势李凯文是瞬间压低重心，以迅捷的脚步启动，贴近对手，进入了自己擅长的中近距离。一记势大力沉的左右手连续摆拳对蜜冠发起了抢攻，乌鲁蒂亚是防守不及，被打躺在地上。李凯文紧接着上去以连续的打击袭击，企图将比赛终结在这一回合。而老道的乌鲁蒂亚连忙以地面缠抱招架，不给对手有效的打击距离。哇，李凯文的体能好充沛，看对方也非常聪明。用这种办法呢，我让这个比赛让你的连续进攻停下来。裤子被拉下，裤子被拉下。Oliver 过来，他这个防磨短裤说裤子刚才掉了，不雅观继续保持同一个位置，再继续走比赛。李凯文求胜欲望太强烈了。李凯文的话，今天是要注意体能分配，而且下位防守要注意点，因为对方的臂展长过他。因为刚才他近身的时候，都是还没打中对手，就被对方的前手刺拳给打回去了。是。李凯文之前那下把对手打倒呢，其实有运气的成分，对方呢有一点滑倒的意思。之后几下李凯文跟了3记的膝撞但那个膝撞呢，目前来看最终这个落实的效果一般。而且对方回复速度太惊人了。其实，在膝撞之前，他那几下地面锤击，我觉得，略显心急了一点。他如果是不要锤那么多，把其中那一下的锤击省出来，变换一下去控制一下，搞不好可能会好。李凯文起身了，你看，又中了对方刺拳，始终吃对方的前手拳，他必须要虚晃一下去打前勾或者前摆才能命中对手。但是他打中的时候，你看李凯文刚才也吃了对方重击，你看李凯文有没有体能？但现在没有断头台，对方已经下去了，肘击，李凯文是拼了命要首回合终结对手，对方起身了，抱单腿摔，对方要勾他右腿了，当心，中了一下重击，李凯文体能，对，2个人体能都掉得很快。
体能都到极限了。当心对方刺拳，但是你看李凯文太血腥的打法了，宁愿吃你的刺拳，也要用前勾和前摆击中你。李凯文现在就是拼打，而乌鲁迪亚的办法呢是把你拖入到地面之后，通过地面2个人的缠斗肘击，来争取休息的机会。哇，这一场打得太猛了！简直2个人完全没有神子弹啊，都没有什么单发，全部是连射，是，都没打算把比赛拖到3回合满。对方体能掉下去，因为对方刺拳已经打不中李凯文了，李凯文反而能刺拳打中一下。你看这下刺拳又没打中。凯文第2回合开始，乌鲁迪亚，由于双方经过了激烈的肉搏战，凯文的体力下降的很厉害呀。已经很难像之前一样，乌鲁迪亚的那个教练叫他拼拳的时候头要注意多一点躲闪的动作。这个时候啊，比赛的天平已经开始。乌鲁迪亚确实前面呢，其实他的刺拳往往先打到李凯文，对，但是之后他的这个整个头部的防守不好，因为李凯文这种打法比他更不要命，更亡命，你知道吗？是，你看李凯文中了一下刺拳，但是文令命中率蛮高的。李凯文，低扫，再来一下，连续2次。李凯文当心对方低扫啊，因为低扫会影响他移动的速度和出拳的力度。因为一旦你膝关节受伤，你力从脚下起嘛，腿受伤、膝盖受伤就会受影响。刚才那个李凯文的组合拳还是挺有效。其实现在2个人都有可能一波带走对手。李凯文最近3次吃对手刺拳之后，自己的后手都没跟上去啊。体能降了一些，李凯文应该也要衔接一些，总要衔接一些上身的虚晃动作，不能打得太老实了。对，你看2个人的速度明显比上一回合降下去好多了。而且你看现在重心都降不下来了，重心都在上面，一打呢整个身子直晃。因为你要降下去的话，对体。李凯文的身高175公分，对方172公分，但对手的指距臂展比他要强。躲开后手，还好这下躲开了。当心！李凯文，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拼拳的时候，黄种人就比较吃亏了，因为头明显比白种人大。刺拳真的，你看从尺寸上，无论正面还是侧面，真是确实是这样。因为我们经常看体育比赛，黄种人的头明显是比白人和黑种人大很多。是这样，头围大啊。是，而且呢，本身头围也更宽一些。是。白人运动员他的头比较窄嘛，对，比较窄，比较小。是。当心，李凯文对方的迎击也很重。你看李凯文的这个1-2打的都是空的，对方抱大腿摔了。李凯文推对方头，把自己的腿抽出来了。拼前手，这下不错。刺拳。对，李凯文也可以打一些单拳啊，不要老是想着上去打连接。低扫，要当心对方低扫。自己也可以，但李凯文也还了一下低扫。对，李凯文这个力量不够。对，因为李凯文的长项不在低扫上面。对方前手迎击，主动把距离拉近来，老是被对方打迎击，被对方前手迎击打回去了。李凯文得当心，对，多一些移动，对，低扫也是可以的。对，多一些移动呢。这样的话可以避开对方这种前手的迎击，但是现在在体能上的这种劣势呢，你看现在对方越打越轻松，李凯文越打越疲劳了。李凯文在退着打了，李凯文体能掉的比对方快一点，这个后半段。哦呦，你看一直在扛击打后手中了。第3局。经过了前2回合的伤害累积，现在李凯文呢？李凯文已经你看他的腿哦，我觉得有点影响了，腿有点站不稳了，逐渐步子在拖，逼至人边。李凯文开始改变战术，向2侧环绕，以避开。刚才我们说过，虽然李凯文身高比对手高3厘米，但很多白人啊、黑人啊，他身高比你低，手脚都比你长。是，而且我觉得你看乌鲁迪亚是要打翻盘战了，这个气势啊，他体能你看乌鲁迪亚体能没怎么降了，现在。就是第2回合和第3回合，你看乌鲁迪亚始终在击打效果上面更好，此消彼长之间，李凯文现在和对手相比，这差距就明显了。说李凯文如果多移动一点会效果好一点，如果站一个地方不动，很容易被对方翻盘。后手，可惜没中。
哎呀，中了一下2连击，一个麻烦了，立体进攻，刺拳和一个上勾拳。是。李凯文刚才那下后手力度差了一点。李凯文刚才还试着换架来打啊，拼拳了，平拳，连续，李凯文击了，机会，有机会，有可能中间，哎呦，神奇逆转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觉得李凯文打得棒吗？哇，这场太精彩了，连续。